养这几种花草，其散发出来的活性成分能有助于平衡肠道内的微生物群。随手摘点它的叶子泡水喝，能有效地缓解敏感肠胃带来的不适，让你想停的时候停下来，想出的时候就出来，过程很轻松。一般中老年朋友们肠胃都多多少少有点不舒服，要么就是总要跑厕所停不下来，要么就是一直在马桶上但却出不来。今天花花介绍几种花草，让你顺庭自然。观看正片前，先给花花点个关注吧。迷迭香，迷迭香含有一种称为迷迭香酚的活性成分，这是一种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，它有助于平衡胃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，促进消化系统的健康。此外，迷迭香还含有挥发性油类，如樟脑和 alpha 肽烯，这些成分也有助于缓解肠胃不适的症状。在食用方法上，我们可以将干燥的迷迭香叶片加入热水中浸泡，约5至10分钟后即可饮用。这种迷迭香茶有助于促进消化，特别适合在饭后饮用，能舒缓胃部不适感。总的来说，迷迭香作为一种天然草本植物，在缓解肠胃不适方面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。然而，对于肠胃炎症严重的朋友或者孕妇朋友们，建议在食用之前先咨询医生，以确保安全。而养护迷迭香最重要的就是迷迭香的修剪，掌握修剪技巧后，不但会让迷迭香长得快，而且叶子多柚绿。首先，小苗期的迷迭香萌发出2到3对针叶后，就可以第一次修剪。修剪时，剪去主茎顶端的生长点，以促进侧枝的生长，但要保留几个叶节点，有助于新梢的发芽。等到迷迭香长到20厘米左右时，就要进行生长期的修剪，每次修剪大约剪掉枝条的1/3，按周期来说的话，大约2周就可以修剪一次。一般迷迭香养护1到2年后会开花，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叶片，那么开花时建议把花剪掉，把更多的养分留给茎秆。茉莉花，肠胃不好，多考虑是饮食因素及慢性胃炎、消化性溃疡等引起的，可能会出现腹泻、胃痛、嗳气等。茉莉花茶的口味清香，味辛甘，性温，其中含有茶多酚和茶单宁，可以将一些不溶性蛋白质降解为氨基酸。肠胃不好的朋友喝完茉莉花茶后，可以帮助稀释胃液，通常不会对胃部造成不良影响。茉莉花还有一个非常诱人的作用，那就是清新口气。古人认为茉莉能除胸中一切陈腐之气，所以肠胃不好的人喝茉莉花茶也会减轻肠胃不适带来的口臭问题。如果感觉茉莉花茶味苦的话，可以把花球的花托，也就是那个绿色的部分去掉，这样就不苦了。而想要茉莉花多开花的话，一定要有充足的光照，缺水时大水浇透，这样到了5月份左右，枝头就会开满花，还给家里带来阵阵清香。如果你也爱养花花草草，就奖励给花花1颗小爱心吧。薄荷，薄荷含有一种称为薄荷醇的成分，是其主要活性成分之一。薄荷醇具有镇静、抗炎和抗菌的作用，对缓解腹部不适、舒缓肠胃痉挛和促进消化有一定帮助。它可以放松肠道平滑肌，改善胃肠道的运动，从而缓解胃肠不适。因此，薄荷被广泛用于治疗消化不良、胃肠炎症、胃痉挛等肠胃疾病。而薄荷缓解肠胃不适也有多种方法，比如薄荷茶，将干燥或新鲜的薄荷叶放入沸水中浸泡，冲泡成茶饮，适合于腹胀、消化不良等症状。而含有薄荷精油成分的口香糖或糖果，可以通过咀嚼或吸入薄荷的香气来缓解肠胃不适。也可以将薄荷精油稀释后按摩在腹部，有助于缓解腹部胀气和疼痛。但需要注意不要过量使用，以免引起皮肤过敏或其他不良反应。还有一些药品或药膏含有薄荷成分，可用于外用或口服，治疗腹部不适和消化问题。薄荷不但好用，而且好养。花花总结了一下自己的技巧，希望帮助到你。在了解如何养护薄荷之前，先来了解一些薄荷的基本情况。薄荷又称薄荷脑、胡椒薄荷，属于唇形科植物。它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，适宜的生长温度在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。
在夏季高温天气，薄荷容易出现生长不良、枯萎等情况。这时候可以考虑将它放在室内或遮阴处，保持土壤湿润，避免直接暴晒。关于浇水，最好采取浸盆的方式，让薄荷充分吸水。当薄荷叶子开始下垂时，就需要浇水了。长时间缺水会导致薄荷干枯，因此及时浇水很重要，但也要避免长时间泡水，以免引起根部腐烂。在施肥方面，薄荷偏爱有机肥，每月施1次有机肥即可。此外，适量添加磷钾等营养元素有助于提高薄荷的产量。薄荷容易受到蚜虫、螨虫等害虫的侵袭，同时也容易感染炭疽病、白粉病等病害。因此，定期检查并采取防治措施，对于保持薄荷的健康生长至关重要。洋甘菊，洋甘菊含有一些天然的抗炎和抗菌成分，例如萜烯类化合物和黄酮类化合物，这些成分有助于减轻肠道炎症，对于轻微的胃肠道感染或炎症可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。而洋甘菊中的多酚类化合物有助于清除自由基，保护胃肠道细胞，维护胃肠道的健康。所以养洋甘菊对于肠胃不好的人也非常必要。而洋甘菊的食用方法也很多，最经典的就是用来泡茶，除了泡茶外，还可以把洋甘菊花干燥后磨成粉末，可以用作调味料，为食物增添芳香和口味。觉得本期内容有所帮助的话，为了花花的良苦用心点个赞吧。百里香，一些实验性研究表明，百里香中含有的一些活性成分，如百里香酚 （Phymol） 和百里香醛 （Carlochrol） 具有一定的抗菌和抗氧化作用，可能对幽门螺杆菌的生长和繁殖产生一定的影响。这些活性成分可能通过影响幽门螺杆菌的生物膜结构、细胞膜通透性或酶活性等途径起到抑制作用，从而有助于预防或减轻幽门螺杆菌引起的胃炎、消化性溃疡等疾病。而关于百里香的食用方法，我们可以用来烹饪肉类和海鲜，也可以当做调味料，同时把百里香粉加入面团中，可以为烘焙食品增添香味和口感。还有一部分朋友将百里香泡水，享受它独特的香气和滋补作用，舒缓身心，促进消化。而关于百里香的浇水，一直有很多朋友搞不清楚。今天花花详细说一说百里香以及香草类的浇水方法。因为百里香的叶片略带肉质，所以稍耐干旱而忌湿涝。盆土过湿时，植株根系和枝叶会生长不良，而且会降低精油的含量，甚至导致烂根乃至植株死亡。细化到一年四季的浇水的话，到了春季，春天气温适宜，是百里香生长旺季，土壤应始终保持湿润，不能积水。若当地气候干旱，则可频繁浇水，避免土壤长期干旱。若当地春雨及时且雨水较多，则无需浇水。到了夏季，气温偏高，不需要浇水太多，浇水的方法可向周围喷水来降温。当凉爽的秋季来临的时候，大概可以1周浇水1次，保持土壤湿润。而冬季，百里香的生长速度变慢，吸收能力降低，可加大浇水间隔，但冬季气温低于0度以下的时候，最好采取保暖措施。说完了4季的浇水方法后，再来聊聊浇水方式。浇水时尽量用浸盆法，从下而上湿润土壤，但这种浇水方式一定要避免托盘留有水分。判断缺水的标志也不难，如果表层土能够很轻易地捏成粉末，并且向下1至2厘米，很容易翻动，土壤没有粘连，就可以浇水。牛至，牛至与马玉兰有密切关系，像马玉兰一样，它也能促进消化。这种药草通过增加胆汁的流动来改善消化，帮助我们消化和吸收脂肪。它还有助于对抗某些细菌、肠道蠕虫和病毒。想要食用时，切碎一些牛至，用它作为装饰，特别是在像披萨这样的大的内脏食物中，它会帮助你更容易地消化额外的奶酪。在热水中浸泡2茶匙的牛至约10分钟就可饮用，但孕妇不宜饮用这种茶。马齿苋，
马齿苋中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，如维生素 C、类黄酮和多酚类化合物。这些成分有助于清除自由基，减少氧化应激，保护肠道细胞免受损害。除此之外，马齿苋中的一些成分可能有助于促进有益菌群的生长，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，从而促进消化和吸收。家里养花，种植一些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，不仅可以美化家居环境，还能为家人的健康提供一份保障。建议大家多养这些植物哦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觉得本期内容有所帮助，欢迎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感谢观看，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并收藏。我们下期再见。